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博君一肖，我们的坚固全靠同行衬托。这段时间的娱乐大瓜，个个保熟但不保甜，一突西风压倒东风，一突又东风干倒西风，斜刺里再杀出一个南北风，好一阵混战，让我等吃瓜群众一时目不暇接，唯瞠目瞎舌大呼刺激矣。但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一派乱纷纷中，博君一肖却稳如老狗，坚若磐石，何解？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各路 CP 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吧。一、利益之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古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这仿佛是一个关于英雄的悲歌，但就喵猪看，这里面实际就是利益二字。所以 CP 之组亦或之拆，其出发点都在于如何操作会使自己获取更大更多的利益，所以趋利的本质建筑的就是各种 CP 的本质。二、流量玩具。混迹娱乐圈，没点绯闻缠绕，就失掉了灵魂，仿佛是菜里没了盐，山上没了泉。所以是油然而生某种情愫也好啊，还是饥饿营销博人眼球也罢呀，总之是一定要挂靠上名利场里至尊的流量密码的，这样各种 CP 就堂堂皇皇的诞生了。换句话说， CP 无非是一个流量玩具罢了，只不过以其投资最少效益最高而为人们喜闻乐见而已。三、人性之恶得不到就毁灭，得到了就贬值的陇望蜀，这山望着那山高，羡慕嫉妒恨等等，这都是人性的恶之花。 CP 也是人，就注定逃不开这些龌龊卑劣，只不过他们的恶事放在闪光灯下放大，从而让我们见到人性里这些真实的肮脏。所以说，同行的衬托显示出了博君一肖的坚韧不拔，因为博君一肖要想云淡风轻，是必须要逾越以上这三座大山的。博君一肖是没有利益之争的，若有肖战最低谷的时候，博哥稍稍动动小指头，肖哥就死的不能再死了，遑论东山再起。博君一肖是不屑流量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流量。二人靠实力与人品，硬生生将流量这一贬义词掰成了褒义词，积极、向上、阳光、拼搏，而绝不会是外强中干的绣花枕头，空有一副好皮囊，却没有与之相搭配的好心灵。博君一肖呈现的恰是人性之美，俩人往哪一站，那就是一幅绝美的风景，不仅各美其美，更是彼此成就其美。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小家儿女之际更不避嫌，就这么大大方方，坦坦荡荡。这样的两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平常心面对世俗所爆发出来的一往无前的决绝与勇气，这是我们多少人诉诸于现实而不得的至真至纯之宝啊！所以博君一肖的任尔东西南北，我自岿然不动的真相，从来就不关乎利益考量，而只是我眼中的你，就是我心里的你，只是发乎情的真心真意而已呀，只不过是两心之外无人知罢了。不认识和红丝巾，或成博君一肖新的里程碑。石颖同学在接受采访，被问到有没有见到博子哥时，回了一个惊破天的答案：不认识。而博子哥在植村秀现场挂了一条已有5岁高龄的红丝巾，这波逆天操作让喵猪都倒吸一口冷气，这分明是要引发一场娱乐圈的大战呐！为何这样说呢？
石影大神官这记性属实是不太好，但是互联网以及全国的网民，那记忆力可是杠杠的。蓝帐魏婴朝夕相处咱就不说了，就说你大神官吃没吃过人家脖子哥的小龙坎，吹没吹过人家的小风扇，天天向上和人家跳没跳过舞，比没比过眨巴眼儿，南见太监唱没唱过无鸡，脖子哥替没替你抗过高音。这一桩桩一件件，那脖子哥待你可是不薄。咱不要求你逢年过节拎2盒水果去看望的，你也不能如此绝情，一个不认识打翻了裤盖呀！这真是叔能忍，婶儿都不能忍。这脖子哥听到了，这必须绝交啊！再说脖子哥，地球人都知道你的应援色是绿色，石影大官人的应援色是红色，那你奈何弃掉绿草茵茵，转去选择了旭日东升？而且你还瞄准了摄影机的位置，特意撩开衣服下摆，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看到那抹飘荡的红色，并且有好事者特意做了对比图，条分缕析的证明了这条红丝巾就是当年天天向上双人舞时你系于腰间的那条。那么问题来了，脖子哥为何要在全球直播的如此大型活动上犯如此低级错误？但又没听说过脖子哥是红绿色盲，且脖子哥事业如日中天，不大可能节俭到5年前的旧物都要炫耀一番，还是在人家都已经明确表示不认识你的情况下，你拿出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证物，你想要证明什么？你这随随便便的挪用人家的应援色，还找出证物啪啪打人家的脸，那石影大官人得知了，那也必须讨伐上门呐。所以你看，以2人在内娱的影响力，2个龙头都斗起来，那龙身子、龙尾巴没有道理置身事外呀，那必须全员参与呀，这不打起来更待何时呀？但意料中的混战并未发生，且看这2位都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甚至还有点乐此不疲的意思。双方那庞大的粉丝也都安静如常，丝毫没有为正主出头的想法，甚至还有些好事之徒不嫌事大在摇旗呐喊。本应引发一场外交灾难，现在反而一片和谐。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妖在哪里？那就是这2人的友谊已然发展到超越普通同事的点头之交，而是达到可以互相调侃、心意相随的程度了。就是所谓的你尽管做，掉在我眼里却都是星星。所以不认识和红丝巾一定会成为博君一笑新的里程碑。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